第66章鼓舞。我跟温小兵直接碰撞了，他跟我叫板，掀他的桌子，都是年轻人，火气旺得很。温小兵扑过来就要打我，我回手一掏，先下手为强，一手就把他摁在墙上，他只有挣扎的份儿了。我他妈是从工厂混出来的，还怕跟他打架？小温，谁他妈是软脚虾？说，我冷冷的道。温小兵被我摁住，拼命的挣扎却挣不脱。一旁的孙红英像疯了一样喊：陈兵，你怎么打人？打人了！保安！我松开了手，哈哈一笑，道：孙红英，你还是跟在博越一样怂。温小兵先挑衅我，被我摁住动弹不得。你在旁边就只知道喊救命，顶个屁用！孙红英气得浑身发抖，温小兵也是双眼通红。这时候保安过来了要拽我，我说是对方先挑衅我的，要拽咱们都得出去。然后我们都被请到了物业做客。在物业，我跟温小兵和孙红英道：你们两个有一个算一个，有没有中跟我拼一把业绩。我现在在博越带8部，你们在上高带1部和2部，你们2个部门一起上，我灭你们！我说话的口气狂得很，摆出一副根本不把温小兵和孙红英放在眼里的架势。其实这是我的策略，现在我是光脚不怕穿鞋的。目前博越公司区20多人，而上高科技则是8个部门齐装满员，而且他们的实力强大，我拿什么跟他们拼？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干脆豁出去了，非得要找他们叫板。说的不好听一点，就算温小兵不挑衅我，我也要找他碰瓷。现在温小兵率先挑衅我，那我还有什么说的？当然是断然反击，而且找最凶狠的招出手。温小兵气得浑身发抖，陈兵，你他妈的狂是不是？狗日的，你凭你现在手底下的几号人也敢说灭我？这样，你有种我们赌1万块钱，敢不敢赌？我一听温小兵来真的，而且一开口就是1万，他明显是要给我下套子。因为上高科技现在齐装满员，全公司上下有100多号人，温小兵要赢我，他随便都能找到兄弟部门帮业绩，我怎么跟他拼？我这一边是找不到帮手的，势单力薄的情况下，我必输无疑。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已经容不得我退缩了。我冷笑一声，道：好，温小兵，咱们赌定了。不是我陈兵在你面前放狂言，我跟你赌就从来没有输过，我也不怕你们上高。现在有几个人，你们有一个算一个，就算你们把全公司的业绩都算在你部门，老子也跟你赌了。他目光从孙红英脸上扫过，道：孙红英，怎么样？你敢不敢玩玩儿？我看还是算了吧，你一女流之辈，欺负你算不得本事，你他妈就在一边看热闹就行了。孙红英也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角色，哪里听到了这种话？他扯着脖子道：陈兵，我就怕你赔不起，你要真赌，我孙红英奉陪到底。我道：那还假赌不成？你们他妈有种的就带着弟兄去日光大厦下战书，我们签生死状，愿赌服输。谁他妈敢耍赖断子绝孙？你们敢不敢？我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孙红英和温小兵也没有退缩的空间了，人争一口气，佛受一炷香。年轻人谁也不会承认自己比别人差，所以双方当场约定时间、地点，说的都是最狠的话。我从人才市场出来，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有人叫我年轻人，我扭头一看，对方50上下的年龄，一脸络腮胡子，仪表不俗，但是眉宇间颇有一股居高临下的味道。我微微皱眉，道：大哥，您是叫我吗？胡子男道：年轻人不要太气盛，刚则一折。我一听这话，心里就很不爽。我不认识这胡子男，他凭什么教训我？那个时候我很年轻，心气高，听不得别人冲我指手画脚，我的火腾一下就往上冲，冷冷的道：年轻的时候不气盛，难道要等到你这么一把年纪了再拱火吗？胡子男被我对得哑口无言，一时竟然不知道怎么回嘴。我道：老哥，年轻人有年轻人解决问题的方式，您一把年纪了就少掺和，隔着辈分呢，有代沟，懂吗？我撂下这句话，昂首阔步的走了。然后温小兵和孙红英两人下午果然带了一队人马去了日光大厦。我一看黑压压的全是人，估计得有30-40人之多。看到这么多人我就想笑，因为这至少说明一点，那就是温小兵和孙红英在心底是虚的，怕人带少了来吃亏。不过人来的多更好，我把公司前台后台所有人召集到了一起，用手指着温小兵和孙红英道：兄弟姐妹们，你们都给我挺直胸膛，我们博越的兄弟们都是有种的哥们儿，但是今天我们虎落平阳，竟然被博越的叛徒杀上门来下挑战书，他们要欺负我们，他们要把我们踩在脚底板下面，他们要让我们在他们面前跪地求饶。我就问一句，兄弟们，你们答应吗？我这一番煽动，把博越公司所有人的怒火都勾起来了，不管是前台还是后台，所有人齐声嘶吼，不答应。不知谁喊了一声，把叛徒轰出去，然后立马群情激昂，几十人竟然直接往孙红英和温小兵的方向围拢了过去。温小兵两人没有料到我会来这么一手，我直接把他们钉在了叛徒的耻辱柱上，在道义上他们一下就落入了下风。他们来的人虽然多，但是博越公司这边气势旺，他们40-50人竟然齐齐后退，
温小兵用手指着我的鼻子道：“陈兵，你他妈的卑鄙，不敢赌就不敢赌，你给我玩这一出阴的！”我直接冲过去，一手推着温小兵的脑袋，将他推了一个趔趄。操你 X 的，老子不敢赌！巴布的兄弟们听着，这个月我们干死上高一步，有没有问题？气氛已经被我点燃了，巴布的这帮弟兄们一个个都冒了肝火。平常我在他们的心目中本来就有威信，这个时候他们岂能让我下不了台？所以巴布的所有行动都嘶吼：干死上高一步，干死上高一步！我一看士气可用，立马扯着脖子直接吼出了军歌：向前向前！我们的队伍像太阳。博越的所有员工跟我一起吼出军歌，这个场面让见者无不热血沸腾。年轻人，当气盛！